大家好，12月23号，我雕刻了2个水仙花，做了一期水仙花遒劲雕刻技术的视频，得到广大朋友们的喜爱。在微信群里有好多朋友开始学雕刻，小红书上也有很多朋友开始尝试，问一些很具体的细节上的问题。很高兴得到大家的喜欢，距今已经整整1个月了，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和结果。上一次我说过，请大家猜猜这2个遒劲我准备雕刻做什么造型。在谜底揭开之前，我想就水仙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中国水仙花在中国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中国水仙花是多花水仙的一个变种，它是石蒜科水仙花属的一个变种，是中国的10大名花之一，也是福建省的省花。从水仙花的正规拉丁名来看，它的属名 Narcissus， 它来源于一个美丽而忧伤的传说。在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美少年，他的名字就叫 Narcissus。 美丽的水神女神 Echo 爱上了 Narcissus， 但是她拒绝了 Echo 的求爱。Echo 呢，最后抑郁而亡。那个时候 Narcissus 非常的俊美，众多的仙女都向他示好，可是他对谁都没有理睬。有一天，他走到一池静水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弯下腰细看，然后就爱上了水中的影子，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影子。最后掉到水里了，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水仙花。因此在希腊神话中，把水仙花也称为自恋花，或者叫恋影花，甚至把自恋主义这个词，也就是在 Narcissus 这个后面加个后缀 Narcissism。 但是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水仙与西方的水仙是完全不同的2个种，主要有3点的不同。首先是看花色和花瓣，洋水仙的品种比较多，它的花色较为鲜艳，多数是重瓣，也有单瓣。在西方超市中最常见的洋水仙，比如说在 Trader Joe's 或者是老美的一些花店都有卖的，多数是以黄色为主，那个黄色花瓣的 Daffodil， 它的学名是 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 Pseudo 在拉丁文中就是假的意思，所以从它的总加词 Pseudo-Narcissus 就可以知道，把它称为是假水仙。中国水仙市面上最常见的是漳州水仙，主要是有重瓣的水仙玉玲珑、单瓣水仙金盏银台2种，花色单一，白色花朵，黄色的花蕾，乳白色的花瓣。单瓣的水仙也叫金盏银台，因为它花瓣乳白色，中间有黄色的一圈的护花光，这个护花光黄色形成筒状，像个酒杯，所以我们经常称它为金盏银台，这是最常见的。在中国还有一种复瓣的叫做玉玲珑。通常在植物界，以复瓣的花为独特而名贵，在水仙花上恰恰相反，它正好倒过来，被大众更喜爱的是单瓣的水仙花。虽然在市面上目前复瓣的有时还会贵一些，但是大众的眼光还是更喜欢单瓣的金盏银台。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花的造型上，单瓣的金盏银台那个独特形状，简单中带有特别的亭亭玉立、若不胜衣的美感，我想是它胜于复瓣水仙花的特别受宠的原因吧。另外，相比于单瓣的水仙花，复瓣的花香
稍微有点浑浊感，所以实际上更多人喜欢单瓣的花，它更清雅，香味更清雅。洋水仙和中国水仙第二点的区别，从花茎上花的数量来区分。洋水仙是一根花茎上来，通常只有一朵花。中国水仙不同，一个花茎上来，花苞里往往有3到5朵花，甚至有时可以达8朵花，这是很不同的区别。第三点，从香气来比较，洋水仙的花香气很淡，或者有时候有人觉得它是臭的，它的香气完全不同于中国水仙的香气。在北美一带，很多华人误以为超市那个洋水仙的邻近就是我们国内的水仙花，买来以后养在室内，才发现那个臭味受不了，赶快换到后院或者车库去。这个跟中国水仙的浓郁的淡雅的香气是完全不同。关于洋水仙和中国水仙的区别以及这其中的传说，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我第一批雕刻的那2个水仙花球的状况。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通常是提早30到45天，可是在我拍摄的当时是12月23号，到现在整整1个月开始开了第1朵花，所以在这里面应该说我有一个疏忽。在疫情的这3年中，我没有买到水仙花球头，我停止了雕刻。今年的时候，我也忘记了在室内，因为天气的缘故，晚上有开暖气，所以在暖气这个加速了它的生长。因此我在期间做了一些调整，我把我调整的方法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在中国的南方，在室温下如果没有暖气，30到45天就可以开放，所以算好时间，让它在春节期间或者春节和元宵之间开花，这是比较合适的。因此这次我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它的晚上在室内有暖气的情况下加速了它的生长，所以在1月7号也就是雕刻完2周的情况下，我发现它长速太快，我把它放在车库，没有暖气，这等于是一个降温处理、低温处理。同时在晚上的时候把水盆里的水给倒掉，控水，限制它的生长。所以到了1月20号，也就是雕刻完将近1整个月的时候，也就是控水跟降温2周左右的时间，我又再拍摄它生长状况。所以这个过程的流程就是12月23号我雕刻了，然后泡水2天，到25号我摆盆，然后在1月7号，也就是雕刻后2周，发现长速太快了，然后开始控水和降温处理。在1月20号控水降温2周以后，我再做一个拍摄，然后22号的时候，整整1个月，发现它第1朵花开放了，我开始造型。好了，开始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大家看看你猜对了没有？在这1个月之间，我做过几次的小调整。在放水的时候，叶子跟花茎不断的往上长。首先在叶子雕刻1/3去了1/3后，但是随着叶子的生长，下面出现的还是完整的叶子，所以不断的要把它再进行一个雕刻。除非你不想让基部的叶子弯曲，叶子从基部就弯曲的话，就从基部就雕刻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花轴，上一期我们说过，随着花茎不断往上抽，在花轴上我做了一些雕刻，把它往一侧削一点，让它能往一侧的弯曲。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个
上一次我雕刻的第一个水仙花球头，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把它雕刻成一个天鹅也好，你把它想象一个大鹏鸟也好，展翅高飞的大鹏鸟，所以这是我的设计。第一个球镜在造型的时候，摆造型的时候，由于那个玻璃弹珠好重，所以把它放上去做眼睛的时候，它头不断往下低垂，最后触到桌子的桌面。我刚好就把这3个阶段给拍摄下来，连起来，也许就像这个 Narcissus 在水边看着自己倒影的那个情景一样的，因此我也把它给大家做个记录，分享给大家。第二个球的造型，主球镜是成为圆形，比较圆，然后我留了一些叶子，想把它造型成为两端没有刻的叶子长得很高，做成花篮的形状。这是，然后还把边上的没有雕刻或者雕刻的小球镜那个侧球我把它给掰掉了，因为就影响到我的造型了。所以我有时会留一些不先雕刻，或者是不掰掉，到时候根据这个情况可以用牙签的方式把它连到主球镜上，做不同的造型。所以这一次因为做花篮的形状，我把这些小侧球全部给掰掉了，这就是最后的造型，迎春花篮。你猜对了吗？好，今天关于这个水仙花雕刻的更新，雕刻的结果展示，就给大家讲述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